20.1兆美元，這不是一個普通的數字，它是2026年全球3428位億萬富翁的總身家。這個數字足以買下整個日本或德國的年度 GDP， 但在這幅權力版圖上，裂痕正在產生。在過去的1年裡，財富的底層邏輯被徹底改寫。曾經，財富源於土地，緣由於品牌，而今天，它源於運算力與逃離地球的能力。你會看到老牌教皇的隕落，也會目睹 AI 新貴的瘋狂掠奪。今年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伊隆馬斯克，他以超過8000億美元的身家，拉開了與第2名之間前所未有的半個兆元鴻溝。而輝達的黃仁勳，則以史上最快的增速首次殺入前10。這不僅是錢的比賽，這是一場關於人類文明該走向碳基還是吸基的終極對賭。歡迎來到2026年全球富豪年度總結，讓我們看看究竟是誰在真正統領這個時代。第20，穆克什·安巴尼，財富1020億美元。作為印度首富，他勉強守住了 Top 20的席位，但他手中掌握的是全球增長最快的數位引擎。安巴尼的信实工業正從傳統的煉油巨頭全面轉向綠氫能源。2026年，他正試圖透過清潔能源重新定義重工業的邊界，讓印度在全球碳中和浪潮中佔據先機。透過與星鏈 Starlink 的深度合作，他鎖定了印度邊遠地區的數位接口。他的財富不僅來自石油，更來自對14億人口數位生活入口的絕對掌控。他正構建一個不依賴外部的 AI 生態。第19，比爾·蓋茨，財富1040億美元。曾經的世界首富跌出了前10，但這種墜落是人類歷史上最昂貴的慷慨。他正主動清空自己的金庫。蓋茨正有計劃地減持股份，將數百億美金注入全球公益。他不再關心作業系統的佔有率，轉而投向足以改變人類命運的醫療與生存技術，用財富換取文明的延續。明年的趨勢是他的新一代核能技術正式商用，儘管排名在下降，但他正試圖用財富對賭一個更安全的地球。蓋茨的偉大不在於擁有多少，而在於他正有計劃地放棄這一切。第18，邁克爾·布隆伯格，財富1060億美元。在資訊過載的時代，他證明了只有經過篩選的即時數據，才具備真正的統治力。他的財富來源極其單一卻無堅不摧，彭博終端機，全球金融精英每天都在為他的資訊支付昂貴的訂閱費。無論市場如何波動，他依然是那個穩賺不賠的幕後莊家。2026年，他透過推出金融專用大模型，試圖讓演算法取代初級分析師。布隆伯格的逻輯從未改變，只要資本市場還在跳動，他就是掌控真理與分配利潤的資訊沙皇。第17，趙鵬，財富1120億美元。作為加密資產徹底主流化的象徵， CZ 的身家在2026年迎來了爆發式增長。在經歷了數年的全球監管風暴後，他依然站在風口浪尖。隨着比特幣成為全球儲備資產， CZ 成功將自己轉型為數位金融版圖的底層基礎建設者。明年的趨勢是 AI 與加密貨幣的深度融合。CZ 正重金布局去中心化運算力市场，它不僅在經營交易所，更在試圖構建一個無需許可、永遠在線的 Web3新世界。第16，卡洛斯·斯利姆，財富1180億美元。在矽谷的狂潮中，他依然穩如泰山，是拉丁美洲無可置疑的數位堡壘。斯利姆的財富根植於拉美的每一根電線和每一座基地台。作為電信皇帝，他的產業護城河由龐大的物理資產堆砌而成，在波動的時代中幾乎不可撼動。明年的趨勢是6G技術的初步試點。斯利姆代表了一種古典式的財富增長，掌控基礎民生，靜觀時代變遷。當新貴們追逐虛無，他正握緊世界的基石。第15，史蒂夫·巴爾默，財富1320億美元。作為前微軟 CEO， 他完美詮釋了什麼叫持有核心資產，靜候時代紅利。2026年，微軟在 AI 市场的統治地位讓巴爾默的資產自动倍增。他不需要在實驗室寫程式，只需要坐在球場邊，看着他的股權像火箭般蹿升。他正試圖透過技術重塑人類的娛樂方式，從 AR 賽事轉播到全球最先進的智慧球館。巴爾默證明了，當頂級資本遇上極致熱愛，金錢將變成一場永不停歇的狂歡。第14，邁克爾·戴爾，財富1350億美元。他的崛起標誌着硬科技的全面回歸。他正在默默地為全球 AI 演算法修築高速公路。
作為全球最大的伺服器供應商，戴爾在去年迎來了史無前例的訂單爆發。他賣出的每一台伺服器，都是他通往富豪榜前列的階梯。賣鏟子的人永遠能賺到最後一分錢。明年的趨勢是邊緣運算的爆發，戴爾正計劃將運算力推向每一個路燈、每一台無人車。當運算力如同電力一樣無處不在，戴爾將成為這個數位世界真正的掌控者。第13，愛麗斯頓，財富1400億美元。作為全球最富有的女性，她正帶領家族的零售帝國在 AI 時代完成一次華麗的轉身。2026年，沃爾瑪透過大規模部署 AI 供應鏈系統，成功守住了零售王座。愛麗絲正主導一場零售業的全自動化革命，將線上與線下的界限徹底抹除。財富的終極形式是文化，愛麗絲正透過藝術與醫療投資進行更深層的社會滲透。對她而言，財富不僅是家族的盾牌，更是重塑社區生態的工具。第12，吉姆頓，財富1410億美元。作為華頓家族的另一根支柱，他證明了無論科技如何變遷，人類對實物商品的需求永恆不變。去年，沃爾瑪透過在全球部署無人配送系統，成功将物流成本降低了30%，這是他身家在通膨壓力下依然增長的核心動力，也是實業帝國在 AI 時代的鐵甲。吉姆正計劃將沃爾瑪轉變為一家生活數據公司。在矽谷的浪潮面前，它代表了實業帝國的尊嚴，不僅僅是賣貨，更是掌控着全球最龐大的民生消費信貸閉環。第11，羅伯·華頓，財富1420億美元。作為家族在榜單上的最高位者，羅伯不僅是零售帝國的象徵，更是跨界權力的掌控者。羅伯在2026年將沃尔瑪的供應鏈推向了效率極限，在他手中，這份來自上個世紀的家族遺產，已經進化為一台覆蓋全球、由 AI 精密驅動的財富收割機。他的視野不僅在貨架上，更在 VR 購物與頂級職業體育。羅伯正試圖在數位領地裡再次復刻沃爾瑪式的統治。老牌權貴正用最年輕的工具守衛着這份不落的榮光。第10，阿曼西奧·奧特加，財富1480億美元。重回前10，他是這份榜單上唯一活下來的快時尚戰神，也是演算法零售的終極先驅。在2026年 ，Zara 已經不再是一家服裝公司，而是一家演算法公司。奧特加證明了，只要把速度做到極致，傳統零售依然可以產生驚人的財富。去年他的身家逆勢增長，正是得益於 AI 實現了零庫存神話。奧特加正試圖透過數位手段繼續統治人類的試衣間，他是這個時代最優雅的掠食者。第9，華倫·巴菲特，財富1490億美元。95歲的奧馬哈先知依然穩坐前10，在 AI 的驚濤駭浪中，他再次證明了現今未亡的真理。他不買 AI， 但他買走了那些支撐 AI 運行的基礎設施與能源。當資本市場因運算力泡沫而劇烈搖晃，巴菲特的資產正在成為全球財富最安全的避風港。明年的趨勢是價值回歸。巴菲特證明了，當狂歡散去，握緊那些不可或缺的民生基石，時間就會成為你最堅固的護城河。第8，黃仁勳，財富1540億美元。他是年度最亮眼之星，以史上最快的增速殺入前10。在2026年，晶片就是新時代的緣由。黃仁勳的身家爆發源於全球對 AGI 的病態渴求，從數據中心到自動駕駛，他不僅在制造硬體，他是在定義進化的速度。輝達賣的是通往未來的門票。明年的趨勢是具身智慧 Embodied Intelligence。隨着人形機器人專用晶片的量產，這位運算力教父的排名大概率還會衝高。他早已超越了商人，成為了定義未來生存法則的技術神之。第7，貝爾納·阿爾諾，財富1710億美元。奢侈品教皇的排名罕見下滑，他在2026年正面臨着皮革與運算力的終極較量。阿爾諾正面臨巨大的挑戰，當運算力取代階級成為新的符號，他必須讓數位原住民繼續為品牌溢價買單。LVMH 依然高貴，但資本的審美正在發生偏移。他正試圖將奢侈品與數位身份深度綁定。當權力從階級符號轉向技術起點，即便皇帝也要學着向演算法低頭。這場權力的交接才剛剛開始。第6，艾利森，財富1900億美元。這位矽谷老戰神證明了，在這個數據氾濫的時代，掌握了保險庫的鑰匙，就掌握了分配財富的權利。2026年，
甲骨文透過雲端服務合約鎖定了全球最堅固的數位保險庫，只要全球政府還在運行，艾利森就永遠在收取這場數位競賽中最穩健的租金。明年的趨勢是它與生物技術領域的深層對賭，它正試圖用 AI 破譯生命的終極代碼。在統治了數位世界之後，它正把目光投向人類不朽的邊界。第5，馬克·祖克柏，財富2220億美元。他完成了職業生涯中最壯觀的復仇。在2026年，他正試圖成為人類視覺的作業系統。Meta 憑借 AR 眼鏡徹底取代了手機，成為了人類與現實互動的終極界面。祖克柏的財富不再依賴廣告點擊，而在於他對數位視覺的絕對壟斷。他正在構建一個你無法退出的世界，在這個世界裡，他不僅是規則的制定者，更是每一筆虛擬交易的收稅人。祖克柏已經擁有了通往未來的最高權限。第4，傑夫·貝佐斯，財富2240億美元。他手中握着地面的雲端提款機，眼中卻盯着軌道上的防禦版圖。2026年，亞馬遜雲端服務依然是他最穩定的提款機，但貝佐斯真正的野心是成功構建了覆蓋全球的 Kuiper 衛星網絡，這是他在星際時代的生存防禦。無論是氧氣瓶還是物流箱，貝佐斯正試圖建立第一家真正獲利的宇宙物流公司。在這場太空賭局中，他要做那個最穩健的星際搬運工。第3，謝爾蓋·布林，財富2370億美元。他是那個瘋狂的演算法外科醫生。在2026年，他正透過 AI 重新定義真理的分配權。當 Gemini 系統成為全球設備的預裝靈魂，布林掌控的不再僅僅是搜尋引擎，而是人類90%的數位直覺。他正從幕後重塑世界的邏輯。隨着量子商用化的開啟，布林正開闢第2個兆元級的賽道。在運算力戰爭的終點，他正靜候那個徹底改變物理法則的量子起點降臨。第2，賴瑞·佩吉，財富2570億美元。作為 Google 的聯合創始人，他掌控着全球資訊的空氣與水。他是這場運算力戰爭中最冷靜的幕後推手。佩吉的財富增長源於在 AI 底層架構上的絕對統治。當演算法心臟在數位虛空中強力跳動，他透過 Alphabet 築起了一道無人能逾越的技術長城。佩吉正利用 AI 尋求生物學的起點，財富對他而言只是修正上帝錯誤的畫筆。他正試圖重寫生命的底層代碼，將人類文明推向下一個進化維度。第1，伊隆·馬斯克，財富8390億美元。他不再是單純的地球富豪，他是一個現象。2026年，他正式開啟了人類首位兆元富翁的倒數計時。推動這一神話的是 SpaceX 的正式 IPO 以及 xAI 對運算力市場的絕對統治。馬斯克成功將 AI、航太與能源3大支柱融為一體，構建了堅不可摧的權力閉環。他的資產不僅僅存在於銀行賬戶，而是在軌道上的星鏈衛星裡，在特斯拉機器人的神經網絡裡。他早已超越了商人，成為了定義行星文明生存法則的技術神之。馬斯克正用一種極其激進的姿態，將自己的財富與人類的未來深度綁定。他的每一分錢都在為通往火星的火箭購買燃料，為人類文明尋找備份。只要 SpaceX 實現在月球的常態化起降，他將不僅僅是世界首富，他將成為首位擁有行星級定價權的人。他正在購買通往星際文明的入場券，而我們是觀眾。